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在这个2024和2025年交汇的时刻，我衷心祝福大家在2025年身心健康，幸福如意。你们不断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在过去4年多坚持做这个频道的核心动力。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2024年，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选择的是变化，但是我感觉变化这个词我们应该保留给2025年，因为似乎众多实质的变化应该会在2025年发生。如果允许我用一个词来总结2024年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转折这个词。正是2024年的转折在铺垫和酝酿2025年的变化。我在上期节目开篇就指出，2024年特别是在川普11月当选后，世界的主旋律就是在谋求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大方向是整个人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从左向右转。一周后，12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全球政治的左派进步主义的时运已终结。文章的核心观点和我上期节目的观点和内容高度一致。过去20多年，左派的所谓进步主义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衡量标准。可现在风向变了，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因为对经济和移民问题的焦虑，再加上他们对气候变化、身份政治这些左派议题的疲倦，这都促成了当今世界右派崛起的燃料。川普重返白宫是这场左右之争最戏剧性的一幕，但是它也只是这个大趋势的冰山一角。同样的故事情节也正在欧洲上演。保守派和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在欧洲快速蔓延。现在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左翼政府是自1949年以来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政府。民调显示，中右翼和极右翼政党成为德国政坛的热门。另外，欧盟3%的政府现在要么是由中右翼政党把持，要么是由有中右翼政党参与的联合政府主持。同时，这股浪潮也蔓延到了左派进步主义的北美堡垒加拿大。加拿大的左派总理特鲁多现在正面临下台的命运，同时他的左翼自由党在民意调查中竟然落后保守党20个百分点。而这次世界意识形态的转向还伴随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因素，世界各国的普通百姓都在发出同一个信号，他们不信任建制派。从学者到银行家再到传统政客，这些人在历史上被认为是精英、专家和意见领袖，被认为是真理的代言人。此刻他们的身份和思想却成为被民众普遍质疑的对象。最近美国社会对美国 H1B 工作签证、对美国移民政策、对美国文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大辩论，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这场辩论，因为这场辩论大概率会影响到未来美国的移民政策层面。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从我本人在美国攻读博士，到我看着我美国出生的孩子走过美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我自己找工作办移民，到我现在不断为公司招人，并帮助他们中很多人办移民。我的经历让我对美国当前的这场大辩论感触很深。我发现网上很多激烈辩论的双方，他们说的同一个词汇，但背后的内涵却完全不一样。对此，他们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结果把一个原本就极其复杂和深刻的话题搞得更加纷乱。今天我想就我自己的经历，给大家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并分析美国未来移民政策可能的走向和实践。同时也想借这个话题深入分析一下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内卷文化，尝试探讨一个人类的终极问题：人如何才会幸福？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最近这场大辩论的背景。辩论是从这个原本平静的假期周末开始的。左派媒体喜欢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把这场辩论描绘为共和党内部的川普支持者之间的一场大分歧。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以一个更单纯些的视角来观察这场辩论，
把这场辩论看作是不同背景的美国人在通过辩论来谋求真相的过程。挑起这场辩论的是现年31岁的右翼政治活动家和网络名人劳拉·卢默。他首先在 X 平台上对川普任命印度裔的克里希南为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很不满意，因为克里希南此前强烈主张增加绿卡和技术工人签证，也就是 H1B 工作签证的数量。卢默说，他担心这会让硅谷的技术精英对川普政府施加影响，迫使川普提供更优惠的 H1B 签证政策，而这在卢默看来就是对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背叛。为了避免个别不熟悉美国移民法规的观众朋友错误理解一些美国移民概念，我这里先花3分钟给大家科普一下美国的移民法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规定了外国人移民美国的4个途径：第一，基于亲属关系的移民；第二，基于就业类的移民；第三，基于人道主义的移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难民和庇护；第四，为实现美国多元化的移民，就是一些移民率较低的国家的人可以通过抽签来获得移民美国的机会。其中第二个途径就是基于就业的移民，是大部分人采取的移民途径。而这个途径中还分为5个不同的类别，它们分别是 EB1 给杰出人才、优秀教授或研究人员，以及公司高管； EB2 给拥有硕士和博士以上学位或特殊能力的专业人员； EB3 给技术工人、专业人士和其他工人； EB4 给特殊工作的移民，包括宗教工作者； EB5 给投资移民。大讨论中提到的 H1B 签证不是移民签证，而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但获得 H1B 临时签证却是专业人员最终获得 EB1、EB2 或者 EB3 移民签证的前提。很多美国公司录用的外国人就是先拿到 H1B 签证后，再申请那些就业类移民签证，最终获得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因为这个关联性，一些人混淆了 H1B 签证和就业类移民签证这2个概念。美国对 H1B 签证的规定是，它专门为美国雇主雇佣外国专业人士从事特定专业领域的临时工作签证。申请人必须拥有美国认可的学士学位，并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H1B 签证通常发给 IT 专家、工程师、研究人员等高薪职业。按美国法律规定，每年美国给企业发放的 H1B 签证大约是85000个。但去年美国却有44.6万人申请了 H1B 签证，平均每5个申请人才有1人有机会拿到 H1B 签证。因此，很多美国高科技公司认为，美国有限的 H1B 签证发放量是他们能够找到合格雇员的障碍。同时，很多美国人却认为，美国企业在利用 H1B 签证把大量高薪职位给了更廉价的外国人，而不是美国公民。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卢默的那个推文，好家伙，他这一篇推文就指责了川普，蔑视了克里希南，攻击了硅谷精英，还把美国的 H1B 政策架在了火上烤。于是立刻网络就哗然了，什么热闹都不放过的马斯克理所当然地快速加入了这场辩论。他的加入使这场辩论迅速升级。搞技术和实业起家的马斯克在 X 上发文说，硅谷最缺的就是优秀的工程师，这就像美国篮球联盟 NBA 一样，你想夺冠，能不招募外国球星吗？随后，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的伙伴拉马斯瓦米也快速加入了这场辩论。10月26日，拉马斯瓦米发了一个巨长的推文，直接把这个有关 H1B 签证和移民的讨论上升到对美国文化和下一代教育的反思。拉马斯瓦米首先指出，顶尖科技公司经常聘用外国人而非本土美国人，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天生在智商上有缺陷，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文化问题。他说，我们美国文化至少从90年代以来一直推崇平庸而非卓越，这种现象并不是从大学教育才开始的，而是从孩童时期就已经显现。他表示，一个社会如果推崇舞会皇后而非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
或推崇运动员而非年级成绩第一的人。这样的文化将无法培养出最优秀的工程师。拉马斯瓦米警告说，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技术人才市场中，平庸是不够的，但美国却假装平庸没有问题。他说，美国需要迎来下一个史普尼克时刻。1957年，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那个事件震惊了美国，迫使美国加大对军方及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投资，最终成功扭转了美国的颓势。拉马斯瓦米说，我们以前曾经从沉睡中醒来，我们这次也可以再次做到。川普当选或许预示着美国新黄金时代的开始，但前提是我们的文化必须彻底清醒起来。拉马斯瓦米的这番有关美国文化的反思，立刻招来众多共和党人的反击。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同属印度裔的海利做出了尖锐的回应。他说，美国工人和美国文化没有任何问题，只要看看边境有多少人想要得到我们所拥有的，就能明白问题所在了。我们应该投资和优先考虑美国人，而不是外国工人。同时，右翼社交媒体人士切尔诺维奇也抨击拉瓦斯瓦米的言论。他说，嬉皮士时代那代人建立了航空航天工业，而他们的上一代人则登上了月球。你发言的潜台词是在 H1B 签证持有者挽救我们之前，我们都过得很糟。很显然，海利和切尔诺维奇的反驳中都有一些偷换关键概念的成分。海利回应的重点是针对主要是体力劳动的美国工作，那是从南部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针对的工作，而不是 H1B 签证申请者针对的工作。而切尔诺维奇强调的是美国历史上的技术辉煌，而拉马斯瓦米针对的是当下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现象。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长大的人，我完全理解拉马斯瓦米针对美国文化说的这番话的含义。但是当我把我所经历的美国文化和目前中国社会内卷认真对比后，我的结论是，我不完全同意拉马斯瓦米对美国文化的批评和建议。美国社会和文化中对一个人的成功的多元化定义是美国的美好所在，而不是美国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有的人就适合当水管工，有的人就喜欢做卡车司机，有的人就适合在家里做母亲和妻子。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就应该让每个人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找到自己活着的尊严和快乐。在中国，我从小在家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你就只能去做流水线工人，或者到街上去拉板车。这句话虽然对我成绩的影响不大，因为我自小就喜欢和善于学习，但是这个说法却在我脑子里注入了一个概念，那就是那些靠体力劳动的工作不是上等工作。2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时，一个给我搬家的美国工人一边开着卡车，一边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开心的大谈。他真是太喜欢他的这份工作了，每天见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聊天，真是让他开心。他的状态让当时的我大脑一时都转不过来了。他一个开卡车的搬运工，怎么可能对他的工作这么开心呢？但是在我随后的美国生活中，我是不断的遇到这样的人。我大学楼道中打扫卫生的黑人老头，社区中做了一辈子餐厅服务员的白人妇女，给我装修房子的装修工等等，他们都和我打招呼，开玩笑，真诚地告诉我他们是多么喜欢他们的工作。美国人的这种状态和美国的教育体系是有关系的。我的孩子进入美国教育体系后，我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能够或早或晚地找到自己的群体和位置。有的喜欢体育，有的在乐团找到自信，当然也有学生群重视学习和成绩。美国学校也组织很多的体育、音乐、科学和数学竞赛等，但是学生都是凭个人兴趣参加，凭个人兴趣决定在哪个方向投入多少。虽然不是每个美国孩子都非常自信，但是美国学校的这个
多元化定义成功的标准，真的让美国自信和快乐的孩子的比例高过我经历的中国学校的状态。当然，让不同职业的人都能活得体面和有尊严，还必须有一个社会和大环境做保证，其中包括人文和物质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美国文化中对每个人的尊重是深入骨髓的，因此无论干什么工作，接触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友善和尊重人的。另外，美国社会也能基本保证一个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尊严。在美国，只要有份工作，吃穿住等这些人的基本物质需求都不会有问题。就是临时失业，美国社会基本福利系统也会给人一个渡过难关的机会。当然，过去3年美国的物价快速上涨，的确让一些美国人基本生存物质条件出现了困难，这也是目前美国人选择川普寻求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当今的美国文化和社会也不是没有问题。美国好日子过得太久了，人就会部分失去吃苦的能力，失去冒险的愿望，同时一些浮夸的偏离真相的观念也会主导社会。过去这些年，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等概念的极度推崇，在部分领域真实的削弱了对个人能力和勤奋的强调，削弱了对专业和工程精益求精的追求。不知不觉中，美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落后于世界第一梯队。美国飞机制造公司波音、芯片公司 Intel 等这些美国灯塔企业，他们在生产和研发方面的持续失败，让美国制造业的名声蒙羞。归根结底和这些美国大企业的企业文化有关。这些企业长期形成了重视能说会道的企业油条，却轻视能做实事的工程匠人的这样的文化氛围。同时，美国社会和企业不断积累的繁文缛节，也在制约美国的发展。任何一个长期安逸的人类社会都躲不过一个定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美国同样如此。川普目前计划对美国社会动大手术，包括马斯克的效率部准备重塑美国政府，这都是试图让美国历史中兴的大计划。一方面，它让人感到兴奋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我在此前的节目中也分析了他们成功的难度有多大。尽管如此，对比中国那个极度内卷的社会，美国文化依然是一个更加健康的、适合人类生存的文化方式。12月27日，巴西外交部宣布，巴西已停止向比亚迪发放临时工作签证，因为前些日子巴西劳动部门调查发现，比亚迪工厂建筑工地上163名中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堪比奴隶。巴西公布消息说，中国工人宿舍条件恶劣，吃住都在宿舍，没有洗衣间，30人共用一间厕所，不分男女，导致他们凌晨4点就要起来排队，才能在5点半准时出门上班。对此，中国承包商锦江集团认为这是巴西官方在故意抹黑中国。中国网民看了报道，也调侃说，这条件基本达到了国内建筑工地工人宿舍的平均水平吧？这就叫奴工？巴西政府这是在找茬吧？2023年，中国人的人均 GDP 是近1.3万美元，而巴西的人均 GDP 是1万美元。为什么人均 GDP 更高的中国人愿意在人均 GDP 更低的巴西干被巴西人认为是奴工性质的工作呢？表面原因是中国人卷，只要能赚钱，不在乎每天生活是否有尊严。更深层的原因有中国社会制度的因素，也有人文的因素。首先，中共在最有钱的时候，也拒绝给中国人建立一套有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体制。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高层非常清楚，维持一个时刻为基本生存担忧的庞大中国人群，对中国保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非常关键。但结果是，和中国不断增长的 GDP 相比，中国人实际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中国人收入占 GDP 的比例是世界大经济体中最低的。但任何事情发展到极致都会出现毛病。
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出现了无解的病态，中国大学生的失业率奇高。中共统计局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跌将近5%，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的产能远大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另外，2024年中国新生人口只有8年前的40%，中国人缺乏基本的生存保证，是很多人选择不生或少生孩子的原因。国际上，大量的中国低价出口商品造成世界恐慌。几乎所有的世界大经济体都在准备或正在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共的那个有意让众多中国人长期有生存危机的政策，现在成为诱发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癌变的根本原因。为了确保中国人自愿长期苦干，中共还在制度外塑造了一套内卷的中国人文环境。中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非常狭隘，而且物质的成功占的比例很大。根据一个人的财富、职位，甚至是毕业学校的排名，在中国人心中被自动分为3、6、9等。吃大苦、赚大钱、做人上人，这样的想法被很多中国人看作是励志的正能量。中共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对中国人的筛选过滤系统。学校对学生成功的定义基本就是看成绩。在中国社会取向的大环境下，极少有人敢于忽视这个过滤系统。前些日子，一个美国同事告诉我说，中国那边居然在周6还问他问题，这让他很吃惊。其实那个问题拖到周1上班问也没有什么大影响。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懒，但中国人的这种勤劳有多大因素是源于中国那个害死人的内卷文化呢？中国人真的需要比亚迪把自己的汽车每年升级换代多次吗？中国人一定要生产供应全世界的钢材和太阳能板，不给其他国家同行留一点活口吗？以超越别人、做人上人为动力的内卷，不会给人带来幸福。中国人在内卷中展现的这个勤奋，给中国人、给世界带来的，其实都不是幸福。一个理想社会的状态是产出和需求基本平衡。无论是中国那边偏执的用过度生产赚钱，还是西方的不顾明天的借钱消费，其实都不正常，都是过度追求物质的不同表现。对外在的物质的追求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把关注点放在精神升华上，回报也许会更大。有关中美文化层面的讨论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有关美国移民政策的大辩论上。这个网上有关 H1B 的辩论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个辩论大概率会影响川普未来的政策。在对待高学历的外国人的签证问题上，川普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针对 H1B 签证的问题，专门发过一个声明。他说 H1B 被用以低工资从国外引进临时外国工人，成为替代美国人的工具。我将永远终止对 H1B 的滥用，要求所有相关签证都必须优先考虑雇佣美国人。但最近川普又表达了他希望放宽给在美国获得高等学历的外国人发签证的这个想法。那么在川普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这轮大辩论后，川普的态度又是什么呢？12月28日，川普通过电话接受了《纽约邮报》的访问。访问中，川普表达了他对 H1B 签证的强烈支持。川普说，我一直喜欢 H1B 这类签证，这类签证才是我们发放签证的根本原因。川普的这个最新表态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我们知道，川普在第一任内并没有真正实施他在2016年竞选时表达的那个对 H1B 签证的态度，因为任何人一旦接触现实就会知道，目前美国高科技产业根本离不开 H1B 签证。首先，这是美国教育体系自身的问题造成的，特别是美国中小学教育系统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教育系统真的不足以给美国高科技公司提供足够的技术专才。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这些科目上。
美国中小学教师都属于工会，教师的任免论资排辈，而不是看老师的专业水平。以前一个美国同事告诉我，他在伊利诺伊州某大学任教的一个数学教授告诉他，他可以根据他学生犯的错误大概猜到那个学生是来自伊利诺伊州哪个学区的，因为一个学区老师在相关概念上都有类似的错误理解，结果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教育水平造成很多很聪明的美国小孩从小对这类学科有种生涩难懂的感觉，从而早早就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当然不是说美国没有极端优秀的学生，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自学的学生在美国学校也会非常出色，但是这些非常优秀的美国学生很多都选择了医学、法律等传统热门专业，大量一般的美国学生会选择学一些不打粮食的专业，也造成他们不可能填补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职位。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美国学生进入了工程和科学类的专业，但是这些优秀的美国学生在毕业后基本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因此一般公司不一定有机会招到这些顶尖的美国籍的毕业生。大量的美国公司只能靠 H-1B 签证来招收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等国的优秀专业人士。因此美国高科技公司对 H-1B 签证的高度依赖，在美国的教育体系出现大的改善前是不可能改变的，而要让美国教育体系出现实质改善，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现有的 H-1B 签证对美国人就完全没有负面影响。任何一个公司如果现有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来自某个国家的移民，当这些移民最终成为公司负责招聘的经理后，他们中的个别人会不自觉地选择和自己有类似背景的人，或者是更熟悉的教育背景的人。我听说某公司的统计部门对于毕业于印度统计研究所的申请人录用的概率很大。对于这样的问题，就我所知，很多招聘经理也会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同时，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会想各种办法让招聘经理避免陷入这种下意识做出的选择。因此，整体来说，我所知的美国大公司的招聘过程是能做到公平公正、择优录用的。另外，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发现我们录用的美国孩子在工作中的表现，绝大多数都让人非常满意。他们通常为人比较平和，交流能力强，有团队精神。现在随着 AI 技术越来越能够帮人完成一些底层技术细节工作，美国孩子的优势因此可能会更显得突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